我们的大脑很有意思，它呢很喜欢新鲜感，但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不管你的头脑多么想寻求刺激，多么想给你制造惊喜，最后你都会发现，所有新鲜的东西本质都是一样的。当我们看清楚事物的本质之后，你就不会追求新鲜感，你追求的是同频，你追求的是和平。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悟到这份同频，这份和平的时候，我们的头脑会制造很多很多的分裂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从头脑的幻象和外象中带回来。带到哪里呢？带到内在的平静，内在的和平，就是发生任何事你都是平静的，发生任何事你都能从本质去思考问题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之所以经常感觉很痛苦，或者说经常陷入很多困境，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悟到本质，还在幻象的层面打转。那幻象是什么呢？幻象的本质就是二元对立。你会发现，当我们走向二元对立的时候，我们是非常疯狂的，我们的大脑是非常活跃的。那二元对立又来自于什么呢？它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误解。合一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。比如说，黑夜和白天，它们是对立的吗？不是，它们是一体的。比如说，阴和阳，它们是对立的吗？不是，阴和阳是一体的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比如说，困难和幸福，我们很多人害怕面对困难，都喜欢追求幸福，但是困难和幸福是对立的吗？不是，它们是一体的，是正反两面。一体是什么意思？一体就是平等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执着，一体是无我的。大家怎么去感受一体呢？就像手心和手背就是一体，没有好坏对错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也没有未来，只有当下。在生命中，我们总是追求很美好的感觉，但是美好的感觉长久吗？不长久。反而你会在什么时候觉得最美好？就是当你刚刚经历过不美好，内心升起那份感恩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非常美好。所以美好的根是什么？是不美好。那不美好的根是什么？是美好。就是因为曾经有过美好的感觉，你才能认出好多东西不美好。所以这就是分别，这就已经脱离了一体。一体是谁？一体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，叫合一。我们为什么说知行合一？合一就是一体，一体就是合一。合什么一呢？合二为一。那二又是什么？二就是分别心、妄想心、执着心，就是二元对立。因为二元对立，让我们就是想不明白，就是很分裂。我们明明想要有钱，明明很喜欢有钱的感觉，但是为什么老是感觉没钱呢？我们明明想要开心，但是为什么老是感觉不开心呢？我们明明想要感受到平静，但是为啥这头脑就是停不下来呢？所以心经说，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超越有限的头脑，超越你的恐惧，超越你内在的那些执着，你就可以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，就是一的境界，无的境界。与匮乏合一，你瞬间就能丰盛。那怎么能超越呢？你明明是想有钱，但老感觉没钱，怎么能超越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更深刻地进入内在，去探索我们的内在世界，找到自己内在世界最隐蔽的那个黑洞，最隐蔽的那个信念，那个无明，然后把光照进来，你的生命就会再一次蜕变。有钱和没钱是一体的，匮乏和丰盛也是一体的。当你受够了匮乏，你一定会去创造丰盛。当你丰盛久了，不懂得感恩，
你一定会匮乏。它就是一体两面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你在匮乏中生出感恩，瞬间就丰盛。你丰盛久了，如果不感恩，一下子就会变得匮乏。所以，我们如何能超越匮乏来到丰盛？如何超越没钱来到有钱？如何超越痛苦来到幸福？如何超越我们内在的情绪、内在的分别、妄想、执着来到平静和谐？就是我们必须得接受。人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对抗，对抗就是对立，对立就是分别，分别就是分裂。怎么能一秒就超越你的那些匮乏、负债、痛苦呢？就是你必须得跟它合一，合一的方式就是接受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你接受了这个匮乏，你瞬间就丰盛，因为你与匮乏合一了，你不再与它对立。丰盛也是匮乏，匮乏也是丰盛，它就是一念即转。你接受了，你的念瞬间就转过来了。转了念之后，你就可以调频，用感恩去调频。如果你没有转过这个念，你就调不过来。你就觉得我为什么会没有？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？我为什么财富这么紧张？为什么他要那么说我？为什么我老是做错事？等等，你会发现我们会陷入一个怪圈，这个怪圈就是对立。你为什么这么痛苦？你觉得我现在不应该这样，那你不应该这样又该咋样呢？你就应该是现在这样啊。生命就像一个镜子，它时刻在告诉你，今天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事跟我们都是匹配的，它的能量跟我们都是100%匹配的。如果你想改变你的现状，无论是财富的、现金流的、能量的、环境的，还是心灵状态、情感的、孩子的，你都要记得，对抗是没有用的。你要做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你的能量，因为是能量调频一切。你不是匮乏，你只是在跟匮乏对抗。对抗是高能量还是低能量？是分裂的能量还是合一的能量？对抗是低能量，而且是分裂的能量。所以你必须得去接受现状，而这个接受就是合一。当你能与你的现金流紧张合一，当你能与你现在的环境合一，你就能超越。合一就是超越，合一就是无我，而无能生有。当你接受了，当你合一了，你就能转念，这个转念就是无中生有，就是创造，就是超越。当我们到了合一的境界，就是我们真正的知道我是谁。当我真的能做到合一、超越、无我，我才真正的知道我是谁。我不是匮乏，我不是痛苦，我不是这些分裂，我不是这些情绪，我是本心、本我、本自具足。当你真正的合一了之后，你才能找到一体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你找到那个一体，就能找到你是谁。你找到你是谁，你才能真正的去创造。如果我们和过去对抗，那我们就是在告诉自己，我就是匮乏，我就是没钱，我就是不被尊重，就是没人爱我。而当你知道这些匮乏、这些紧张、这些暂时的矛盾，只是因为我们在对抗，我们并不是这个匮乏，也不是这个痛苦，你瞬间就超越了这个痛苦，超越了这个匮乏，来到了合一。这个合一瞬间就告诉你你是谁，你不是匮乏，你只是在跟匮乏对抗。你在跟匮乏对抗，就是你不接受你是没钱的，你不接受现金流紧张，你不接受家人是这样的，你不接受大环境是这样的，你不接受别人还想不明白，你不接受别人还不相信。大家想想，你不接受这个匮乏，难道你就是丰盛的了吗？你不接受这个匮乏，证明你是丰盛的还是匮乏的？证明你就是匮乏的呀。如果你是丰盛的，你为啥不接受这个匮乏？
匮乏也是丰盛的一部分，丰盛是可以接受一切的。大家再往里悟一悟，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阴阳，丰盛就是匮乏，匮乏就是丰盛。你越抗拒，你就越承认自己匮乏。你一秒放下，不再抗拒，接受现状，就是最大的丰盛。你曾经有钱的时候，你丰盛吗？如果你有钱的时候，你是丰盛的，那你应该永远不会受到困扰才对。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也不是丰盛的，有时候也是提心吊胆的。所以要从根上解决问题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超越匮乏就是接受它，不再抗拒它，你才能与它合一。超越匮乏，才能知道你是谁。超越二元对立，一念即转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这个匮乏的相就是虚妄，并不是真的，并不是实相。虚妄是什么？就是阶段性的因缘和合。比如我这段时间心态不好，或者我过去太急了，种的因不好，那我这段时间结果就不好。但是当我心态改变了，我瞬间能量就变了。所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都不是永恒的，这些东西会随着你的心念随时变化。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个世间的真相，不再痛苦的对抗，你必须得超越这些相去接受它，到时你就真的能找到你是谁。而且只要你找到你是谁，一念即转，转念即如来。如来又是谁呢？如来就是本我。所以只有不对抗，你才能找到那个本我、真我。但凡你还在对抗，还有一点不接受，他都还没有找到。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都是幻象。为啥说是幻象？因为它会变。今天别人对你这个态度，明天你心态调整了，他态度就变了。你不要纠结别人对你态度好不好，那都是你的心念吸引的。你心念掉了，别人态度一秒就变了，所以你有啥可对抗的呢？所有的相都是因缘和合，你也是这因缘中的一部分，你变了，一切都会变。当你能超越二元对立，去接受之后，记得还有第二步，就是转念。转什么念头呢？转感恩的念头，转利他的念头，转爱的念头，转欣赏的念头，转正向的念头，转跟你的意图有关的念头。所有的对抗都会让你离你的意图越来越远。没有任何一个实现意图的方法是通过对抗，从来没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超越。请先觉察，我过去生命中所有的痛苦是因为对抗什么？可能之前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对抗什么。如果你所有的能量都被对抗消耗了，你就没有能量创造。而接受并不等于说我要永远这样，恰恰接受才是改变的开始。接受而不是对抗，你就可以活在当下。只要你活在当下，你就可以创造，而且一创造，你就可以创造出来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质。接下来我们来讲另一种重要的概念，意图。意图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？在创造的时候，很多人用的是自我的力量，于是你会发现在实现意图的过程中，我们两败俱伤。虽然意图实现了，但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比如身体健康，甚至有的人为了赚钱失去了人性、感情、朋友等等。在自我的思维里边，我们实现意图是很难的，因为意图的力量，它是宇宙的能量，它是无我的。当我们真的想去实现意图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深度的放松，感受到这种宇宙的频率，它和自我是完全相反的。自我是很喜欢紧张、焦虑、担忧的，它是很现实的，它是讲究条件的。但宇宙呢，它的运作是能量，它没有条件，一切从能量出发。能量是什么？能量是因果，能量是直达的。
所以我们必须要练习从过去的自我中解脱出来。你要知道，今天我们想实现意图，不是靠我们的力量，而是靠宇宙的力量。实现意图用的是宇宙能量。为什么我们的头脑静不下来？头脑总是喜欢回到过去，总是想找点事情做。我们的头脑觉得所有的价值感一定来自于我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或者别人看见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。真正的价值感不是来自于这些，而是来自于你能多么臣服，你能多么允许，你能多么尊重规律，你能多么敬畏能量。当我们能从自我的这种很疯狂、很有限的思维中，平移到一种充满敬畏的、喜悦的、无我的、允许宇宙能量去流动的境界里，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感受到爱和喜悦。否则的话，你会发现，我们只能感受到更多的焦虑，更多的痛苦。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思维，这个思维跟他过去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。但这个思维是正确的吗？你曾经经历过没钱的状态，你认为你是没钱的，这是正确的吗？不是。虽然你经历过没钱的体验，可能你现阶段也还很紧张，但是你也不是匮乏的。你经历了匮乏，不等于你就是匮乏。你是很丰盛的，很本自具足的一个人，你只是经历了一个匮乏的体验。你并不是那个匮乏，所以我们要开始做一些清理。意图的力量是没有负担的。如果我们设定了一个意图，还要担忧它怎么实现，那这不是意图的力量，这是自我的力量。宇宙的法则是什么？是爱。宇宙的本质是什么？是爱。宇宙的规律是因果。你想要什么，你去种因就一定会得到果。所以你尽管去设立你的意图，只要它是你真心需要的、合理的，你只管去调频，宇宙的能量会让它实现。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如果你还在担忧着这个意图怎么还没有实现，该怎么实现？你就是还没有反的能力，就是还没有臣服，没有敬畏，没有柔软，没有返回来。实现意图用的是宇宙能量，那我们怎么能拥有宇宙能量？臣服、柔软、无我、慈悲。意图的力量来自一种底层很深的爱。我们头脑里有非常多的信息，但它不是宇宙能量，它只是我们过去的经验，只是信息，只是你的经历。我们必须花点时间去沉淀这些信息，去沉淀这些经历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被这些过去生命中的信息场消耗大量的能量。大家想想，为什么我们会消耗自己，消耗他人？比如说，你想要上台分享，在你还没有走上讲台的时候，有太多能量会把你拉下来，你觉得自己讲得不好，你害怕出丑等等，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大量的消耗。其实正常来说，我们想分享就可以直接走上去，但是为神魔有着魔多力量拉着我们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有两个系统，一个小我，小我就是物质脑、现实脑，还有一个是灵性的我、高我、真我。这两个我不是分离的，它们就像手心和手背一样，是一体两面，一面是小我，一面是高我，它们是合一的。大部分时间让我们产生消耗的不是这个高我，是小我。比如你想上台分享，它来自于你的心，你觉得我很有感觉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很有爱的表现，对吗？但是你刚要上台，你的头脑就把你拽回来，他告诉你，万一说的不好怎么办？万一被人笑话怎么办？万一大家不认可我说的怎么办？你会发现有一种力量在把你往回拉，拉到哪里呢？拉到你不想动为止。所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？就是一种外求，一种分裂，
一种不合一。你明明想上前，却有一种力量拉着你向后。但是，难道上台讲话一定要讲得好吗？一定要被认可吗？我们讲话真的是因为别人认可才说吗？我们真的需要被认可吗？全然的爱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我允不允许我完全的爱自己？意图的力量，它必须是来自于一种底层很深的爱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的意图在实现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障碍。大家想想，我真的爱自己吗？如果我想分享的时候，我就能找机会去分享，或者创造分享的机会，主动去分享，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很放松、很允许自己爱自己的一个行为吗？我们有太多的地方，过去是卡住的，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沟通。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误会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沟通？我们真的把话说明白了吗？我们真的理解别人在说什么吗？我们有多少过度的解读，多少的揣测，多少的评判？这些是真实的力量吗？不是。凡是不真实的，一定产生消耗；凡是不接纳的，一定产生评判；凡是不臣服的，一定产生分裂；凡是不柔软的，一定没有敬畏。敬畏财富能量，时刻感恩，无我利他。建议大家一定要设立关于财富的意图。面对如今市场环境的波动，很多人很分裂，看待财富也很分裂。因为我们很分裂，所以我们看不清任何一个政策，看不清现状，我们容易变得很疯狂，很浮躁。所以我们首先要练习什么呢？就是真的要练习柔软、慈悲、耐心、延迟满足。很多东西我们不能那么激进，激进不符合道，它不柔软，不臣服，而且没有敬畏。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它的节奏，我们踩到这个节奏就是柔软，我们尊重这个规律就是柔软。我们设定财富意图也是一样，不是说意图是个救世主，赶紧把我带离这个不好的、羞愧的环境，我好想逃避。不是这样的。意图的能力是一种很自洽的能力，就是我很需要我的意图，我很爱的我的意图，我很臣服于我的意图，我对我的意图很有耐心，而不是那种没有意图我就不行了，赶紧，这个月一定要创造10万，妈呀，不创造10万我就死定了。意图不是救命稻草，意图是一种很有爱的、很敬畏的、很放松的、很灵性的生活方式。任何时候都要有意图，不是只有缺钱的时候才要有意图。为什么我们经常缺钱呢？因为我们的意图不清晰呀。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变得紧张呢？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敬畏财富。什么是敬畏财富？敬畏金钱。我们如何做能敬畏财富、敬畏金钱？如果我们经常进入财富的紧张，或者定期陷入一种困境，它一定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些能量还没有悟透，有一些关我们还没有过。那这一关是什么关呢？把这一点想通了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在财富上的能量一定会提升一大半。我来问大家，什么是财富能量？我们知道什么是财富能量，我们才知道如何敬畏它。财富能量是利己还是利他？是利他的能量，是爱的能量，是无我的能量。我们如何敬畏财富？当然是利他，当然是给予，当然是布施，当然是爱自己，做更多的服务，好好的修行，这就是敬畏。敬畏财富能量，时刻感恩，无我利他，喜悦给予，包括喜悦的给予自己，这就是敬畏财富的能量。让头脑的系统跟着新的系统走。我们身体里有2股能量，阴和阳。这2股能量是什么？头脑和心。它们俩是2个系统。
这两个系统是同时存在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内观静坐？就是要我们开启这个新的系统，然后让头脑的系统去跟着新的系统走。如果我们没有内观静坐，没有觉知，我们这个新的系统是关闭的，我们是不自信的，不自爱的。为什么我们不自信、不自爱？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心。自信和自爱都是心的功能，因为我们还一直在头脑里，所以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找到你的心。你的心本来就在，你要学会去使用它。你使用它就是要练习起心动念，练习觉察。我们的头脑强大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的头脑强大到把所有看见的都当成真的。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假的不等于不存在，假的是生灭变化。你昨天跟这个人还挺好的，今天可能就永远不再见面了。那昨天是真的吗？今天也是真的吗？所以假就是说它会变化。很多人就很崩溃，觉得我明明能看见这个花，看到这个房子，看到我的身体，看到和这个人相处，为什么它就不是真的呢？它不是真的，是幻象，因为它会变。这就叫生灭法，叫阴阳。所以大家要开始练习，不要太执着于外在的这些东西，它都会变，它是生灭法，是因缘法，它是会消失的。而不变的是什么呢？不变的是你内在的那个爱。这个人在你也爱自己，这个人不在你也爱自己，他在你也爱他，不在你也爱他，他在是相处的爱他，不在就是用爱一个众生一样的慈悲心去爱他。这就是能量，真实不虚。所以大家记住，意图是一个很纯粹的能量，它不是头脑里的能量，它是无我的能量。今天要带大家找到你的财富意图，让我们重新调频，设定意图。亲爱的宇宙，在接下来的9天里，我最想实现的意图是创造多少现金流？你想要多少现金流？能供你解决现在的问题，够你的财富流动就好。如果数额太夸张，很难实现，这就不是敬畏能量。然后每天保持6次17秒的纯念，精准地发出我们的财富意图。你坐那儿闭上眼睛，冥想17秒是很容易的。持续这样做，你会发现每天会有非常多的奇迹发生。我们对财富能量充满了敬畏，非常柔软，非常喜悦，因为我们真心需要，也真心的爱自己，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无我的松弛感，有一种利他的慈悲心。财富能量就是一个爱的开关，你不需要通过别人的管道来接水，你把自己的管道打开，就源源不断。评论区回复下列内容，让我们一起调频。亲爱的宇宙，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对抗，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于接受，所有的无我都是来自于合一。让我们不断的创造，不断的超越，不断的接受，超越分别，超越分裂，一体圆满，一体创造。订阅这个频道，让我们一起积蓄和传递觉知的能量，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